我是出了国才知道，原来出生在中国是很多人毕生的梦想。事情是这样子，1个月之前我答应了多哈带他来中国。Promise, okay? Yeah, okay. Promise. 他当时满脸都写着高兴。现在1个月时间过去了，结果是申请失败。多哈他暂时来不了中国。这些天他一直心情很郁闷，没有说话。我现在所在是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孟加拉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对于一个普通的孟加拉人想来中国难度有多大。能来中国也是很多人的梦想，因为中国在他们心目中非常强大。我现在所在是孟加拉的一个富人度假村。我在这个富人区看到最高的楼居然是华为。去富人区吃饭，菜单上只有中文跟英语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只有说中文跟说英语的人才是很有钱的人。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向平民区的话，满大街都是中国小商品，中国手机品牌无处不在，中国产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很高端。我的朋友小一，他是孟加拉本地的富二代。那么富二代标准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能够用上新款的小米手机。而且孟加拉这个国家有非常严格的种姓制度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中国人在这里呢算是最高的种姓啊，第一阶级。我参加过多哈表妹的婚礼，中国人必须要做贵宾席。在那个婚礼现场的话，我是可以跟新娘一起做的，就真的就非常离谱。因为这里阶级很严重，所以贫富差距也会很让人窒息。富人可能一天的生活就要花掉穷人几个月的工资。就在离我这个酒店300米不到的地方，就是孟加拉的贫民窟。那里的人可能从一出生就是地狱难度，一辈子只能够待在贫民窟里。很多人会好奇，为什么贫民窟的人不来富人区？贫民窟的人来富人区会被赶出去。你像富人们爱吃的肯德基这种餐厅，门口都有很多保安，就是为了防止穷人进入。但是富人可以去任何地方。在来孟加拉的飞机上，我也看到了很多富人，他们可以自由的往返于中国跟孟加拉之间。这点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？大家看一下我住的酒店就知道了。那么就这样一个房间，大家可以猜一下一晚上有多少钱？等会儿我再公布答案。因为上期视频我为了救多哈被一个超速的3轮车给撞飞了，我正在酒店养伤。我现在在酒店养伤待了很多天，一直没有出门。那现在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住的房子的价格。这个酒店一晚上是1400人民币，相当于本地人3个月的工资。我要不是为了养伤，我是真的不可能住这里。至少在高级酒店里呢，不会让我喝恒河水啊，这点我就已经知足了。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下我跟多哈一家的后续。现在我跟多哈有一个约定，他会好好学习中文，年底的时候我会再见他，那个时候我会带他来中国旅游。再之后等他成年之后呢，我会帮他申请中国大学，让他来中国读书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所以下次来孟加拉的时候，说不定我跟多哈就能够全中文交流了。那等我伤养好之后呢，跟多哈再见一面，然后我就得回中国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会继续我的环球旅行。那么我跟多哈故事也没有结束，因为年底的时候我答应过多哈，我还是会带多哈来中国旅行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视频。